嗨，大家好，又是一个下雨天啊，之后的稍微转晴的时候。在温哥华冬天的时候它就是雨季。你要想出来运动呢，就要跟这个天气斗智斗勇。见缝插针才行啊！你看这个地都是湿的，但是呢，我看了天气预报，好像要转成阴天，大概有几个小时吧。所以呢，还是要冒点天气预报不准、下雨的风险，出来骑行一段啊。现在每次出来呢，我都非常喜欢骑一段这样的骑行道，就是在那个车水马龙的边上它有这么一条道。但是呢，这条道呢，它不是很长我今天呢，想去到New Westminster再去转转。上次呢，我也曾经去过那边，转了一个脚而已现在呢，我来到了 Edmonds 这条街上，前面呢就是渐渐有些模样的 Edmonds 的一个社区中心，边上的一些高楼对了，这个地方还有一家卖各种材料的商店叫罗娜。我上次在这边花了1块钱买了一个螺丝很有用。我应该骑到里面才对现在呢，已经来到了 Kingsway 上面。这条 Kingsway 呢，专门有骑行道从这边呢，可以斜插到 New Westminster。上次去过一次 New Westminster， 就感觉这个上坡下坡非常的多。但是呢，已经在这边待了接近2个月了，骑行呢也骑了少说也有1个多月了。所以呢，不管是对这边的上坡下坡的路熟悉程度，还是经过这段时间骑行慢慢的也增加了一些体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单车的这个档位稍稍有了一些心得。所以我今天继续去挑战一下看看对那些大的上坡下坡能不能骑得下来。就 Kingsway 呢，从 downtown 那边出来大概一条斜穿整个大温地区的一条马路，尤其是穿过温哥华市区和本纳比市区，一直呢来到了 New Westminster， 所以它实际上是穿行3个城市的一条斜的主干道。那么这条主干道呢，以前仅仅是作为一个交通要道，所以大马路边上呢一般都不宜居，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像样的建筑物但现在呢，在 Metro Town 这一片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市中心的模样。那我相信这条主街呢，以后慢慢的也会成为一条兼有商业的一条大街。当然了，这个都是未来的事了那我们现在呢，仅仅是把它作为一条主要的通道一条这个交通的捷径。
这里牌子写的前方呢是 New Westminster， 但是你要是左转的话呢，就有这个车道啊，一直可以去到 Coquitlam。这里呢，已经来到了 New Westminster 的地界了啊。然后这个马路两边啊，有些商店的文字我都看不懂，不知道是印度文还是阿拉伯文。这边呢，我左转到一条叫伦敦的 street， 我在等一位啊上了点年纪的女士，在这边车掉头。就在这边的话呢，每个人都必须要开车啊。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年纪超大的人开着车出行，因为不开车不行。好，现在呢来到了这条叫伦敦的街道上了。这里我觉得这些房子还是蛮有味道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式的房子。看来你看啊，这条道上面专门画着单车的标志啊，就是相对比较适合骑行的一条马路。就这边的很多马路呢，当然有时候你不得不骑到大马路上啊，但是更多的呢，你其实也可以选择一条小马路，就像现在骑行一样。这些小马路呢非常的安全，然后呢一般来讲啊，它会把这个坡度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就你在这样的道路上骑行安全也比较舒适，所以可以静静的看看风景。你看这一下人家圣诞的装点物已经摆到了花园前面了啊。其实很多人呢，到了这个对西方人来讲最重大的节日啊，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除夕，家家户户呢都会团圆，在这边呢等于是度过一个节日啊，然后呢也会搞出一些氛围，就跟中国到了新年要张灯结彩一样啊。那么不管你信教不信教，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房前屋后呢装点一些圣诞的装饰，来增添一些节日的气氛。突然呢来到了一条大街上了。现在呢，我骑过第8 Avenue，
再骑过这条哈密尔顿。这边呢已经到了 Sevens， 也是一条 Greenway 啊，就是让大家在这边骑行的马路。那我就在这边呢准备左转，沿着这条可以骑行的马路骑行。这边呢就有很多相信都是30-40年以前甚至更久以前建的那种 apartment， 就虽然那也是几层楼那么高，但它呢就是一种集合住宅的形式。那么有些呢它是有规定的，就是你年龄必须要到多少岁才可以申请购买或者入住，并且呢对于养宠物、出租等方面呢都有严格的限制，以确保呢有一定需要的人群在里边呢可以住得安全舒适。但是我听说温哥华现在呢已经撤销了租房的限制了就等于说现在什么房子都可以开放出租了。以前呢很多的房子规定都是要有业委会认同才行并且呢要排队，就不是你的房子想出租就可以出租的。据说现在为了增加这个投放市场的空房子，政府也在不遗余力的打压这些租金的急速的升高，就推出了一些便民的措施之一吧。根据我对大温地区仅有的一些知识我大概了解到这个 New Westminster 呢是最早 BC 省的省府，大概呢是最早殖民地当然主要是指英国殖民地，殖民者进入这块地方以后把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一块首府。那这个时间呢要追溯到1885年就很早了。在这个100多年以前，这个地方呢就作为温哥华的一个最早的定居点，因为呢它在弗雷泽河的岸边最早就建了马路，当然后来呢有铁路等等呢，是一个交通集散地但是后来呢这个省政府随着这个地区的发展需要吧，慢慢呢他就搬走了。现在这个省政府呢在维多利亚，就是温哥华岛上的这座非常漂亮的城市中间呢没有大桥，只有渡船，所以呢就保存着那边还是一派当年英国这种乡镇的模样但是这个New Westminster呢，我觉得它已经荣光不再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消沉。据说这个地方因为没有什么新的产业，就慢慢呢就沦为一个比较贫穷的区域，并且呢有了很多的这些吸毒人员等等聚集于此应该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现在整个大温地区都在发展，我相信这片呢地方也在慢慢的挖掘它一些文化的元素因为对于一个建国只有不到200年的国家来讲这个地方呢可以挖掘到18多少年应该也已经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有历史文化沉淀的。我骑着骑着呢已经来到了2街了我不知道前面的一个巨大的公园是不是就是 Queen's Park， 应该在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 Queen's Park 的。对面的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建得还不错啊，用的这些建筑材料样式都很不错。骑了半天啊 ，Queen's Park 还没到，还得往前走一点啊。原来是在一街那里啊 ，First Street 对面呢就是 Queen's Park， 可以看到啊，这边一个招牌在这里。那这里呢是一个巨大的公园啊，那我就准备到里面去骑一段吧。在加拿大呢，真的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啊。但我还对这些森林啊，没有人的这些骑行道啊、步行道啊，很感兴趣。也可能呢，我们是来自比较喧哗的地方啊，就有些地方太吵了，也让人不舒服啊。就偶然能够到这种清静地方来走走呢，我觉得也挺好。但是你叫我这一辈子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啊，好像我还得考虑考虑啊，或者要进行一些心理建设，进行一些调整才行。你看这个公园里面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些图腾，可能也是保存下来啊。你看这个图腾还画的那么五颜六色的，应该是一个美术馆之类的地方啊。我看写的一个什么 Art New West。看看这个公园是不是巨大？边上那些树木啊，参天大树啊。公园里面呢也是有一些设施啊，但都是一些敞开式的公共的设施。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放大的社区公园。这里面呢也包括有很多的球场，那这个是最喜闻乐见的一些场所。然后呢就是大草坪，还有呢就是一些美术馆啊这样的地方散落在公园里面。在这边经常会有一些看起来蛮庞大的建筑物啊，但是不太清楚这些都是一些什么地方呢？我看这是哪里啊？Queen's Park Arena， 这其实是一个球场啊，一个活动的场所。这里面陈列了很多的奖杯啊，应该是打这种什么球的地方啊。
因为这边的人呢比较喜欢就是冰球啊，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像贝斯波啊，还有就是各种室外的运动项目。所以这个公园呢很大啊，其实里面包含着很多的球场。这边呢又是一个球场啊，这不知道打贝斯波还是干嘛的。左侧还有一个 Sportsplex， 相信就是一个体育场馆吧，室内的。然后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大片的草坪。所以虽然纽约斯敏斯特呢现在已经沦为一个在大温地区不是特别被大家喜欢的居住区，但是我相信啊，假以时日啊，这边也会进行一些改造吧。这什么地方？看到这边有一座桥啊，应该是人行桥吧，相信也是骑行桥啊，可以过到马路对面。相信再往前呢就是雷克赛了啊。从这边呢可以看到一条大河。这一段路呢，我从来没有来过啊，我们骑下去看一看。看来这边呢也在扩建一座大桥的工程啊，正在进行新的桥的建设。这条呢已经到了 Royal Avenue 啊。
这个地方呢已经是靠近河了，我看有不少的房子，但是怎么才能够到河边去走一走呢？我找找看啊。像这些河滨的居住区啊，应该说啊，现在还是一个价格洼地，因为大家对于整个城市的这种兴趣还不是很浓厚。但是呢，其实这个边上啊，应该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熟的住宅区了，而且这种河畔的住宅的资源呢是比较稀缺的。现在呢，我来到了一条河畔的小道上啊，这里呢有一条小路是可以蜿蜒向下的，但我不知道这个河畔的路啊是不是一直可以通得过去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到河畔去走一段吧。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看啊，这边呢就相对来讲比较清水的地方了。前方的轨道呢就是 SkyTrain， 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车站叫 Columbia， 然后这条车站呢可以转车啊，你去到 King George， 还是要去 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那两个方向。我上次专门在这边坐过 SkyTrain 走过的啊。这边也挺开阔的一片地方啊，我觉得住在这个边上的居民们啊，每天可以望望河，这个河还是比较开阔的一个地方。前方呢，好像正在造一座新桥的感觉啊。那这个桥呢，去 Surrey 的了。这边就更进水一些了。我们来回望一下啊，你看这个山坡上的这些虽然层数不高的住宅啊，我觉得这些住宅都相当不错，在一个高坡上俯瞰 Fraser 河，出行也算方便啊，因为开车出来就大马路，相信呢边上就有 SkyTrain 的车站也不远吧，所以已经被这些望河的房子占了先机了。前方呢在修路啊，我看这个车都排队，不知道我这个骑行道啊能不能骑得过去呢？
当然呢，这边在做一个大的交通工程，因为左前方呢在新建一座大桥。我们可以在这边稍微观望一下。你看啊，这就是正在建立一座新的大桥，以后呢连过来啊，主要呢就是跟对面的 Surrey 啊有更多的交通。而 Surrey 呢，我相信是大温地区下一个重点发展的城市，所以呢要致富先修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在这边呢，就又有一条大桥。我相信这个桥呢，就是通这个 SkyTrain 的吧。然后这边呢，就是一座铁桥，在边上又在新建一座桥，这桥还建了不少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呢就是 SkyTrain 的一条桥啊，专门为 SkyTrain 建了这么桥，稍稍有些奢侈啊，有点划不来。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居民的住宅，建在河边，建在一个坡上啊。这边呢写着，如果你要去 Downtown New West， 那就是0.2公里。好。那我们再往前继续骑一下啊，就到他们的中心了。哦，这边呢有 SkyTrain 开过来了。想必呢，这里就应该是New Westminster的 Downtown 了。现在我在哥伦比亚这条街上骑行。
这里呢还是保留着一些看上去很不错的以前的老建筑，或者说这种氛围呢，就是以前的那种欧式的小城。这边呢，你看啊，这种建筑啊，就是看上去就是没有100年，也有70、80年以前的了吧？你看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一些商店啊，都在售卖一些圣诞的物品。这条道呢还是很有感觉的啊，整个骑下来让人感觉好像时光倒流啊，又回到了很早以前的一种，可以想象啊，当年还是蛮热闹的一个小趟。这栋楼呢，我上次到它门前来过，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一个新的道格拉斯学校了。好了，我已经到了8街了，对面呢应该是江边的一些可以观光的地方了。同时呢，这边也是New Westminster的一个车站。上次呢，我这边也搭乘过 SkyTrain 啊，那我就把这一段呢当做我们的今天骑行的目的地啊，跟大家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接下来的骑行再见啊，拜拜。